要说这支票是港股的辽钢股份啊，同样来自于我们的粉丝约稿，那么当前我们就要先假设几个问题。第一，此次粉丝约稿的辽钢股份从相对的低位 0.6 元开始的上行是否结束？如果没有结束，后期整体的上行空间有多大？或者说目标区域压力位于哪里？当前我们处于这一次反弹上行的什么样一个阶段？那如果中短期想要参与其中的后期的波段机会的话，我们需要等待什么样的形态配合以及什么样的支撑区域？那么我们就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次的话题。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频道是通过波浪理论解盘看形态入场，从以往大家提供的这些标的当中，我们从月线、周线的大周期去分析，找到当前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后期是否存在参与的中线波段机会。那当下我们还是先来梳理一下它月线的大结构。那从目前月线的结构上来看，整体走势是维持了一个大幅的宽幅震荡。前期在08年见底之后，首先是先向上走出了一个三波的一个形态，之后再次回落向下的二次探底。那通过前面两段的走势，我们大概率知道后期整体会围绕当前的这个区域来做一个所谓的宽幅震荡。这个区间的上沿大致是位于2块钱左右，区间的下沿是在 0.5 元左右。同时呢，我们可以借助一下黄金分割，看一下上一次反弹的位置。上一次反弹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处于0.618 到 0.5 这个区域当中，也就是 1.80 到 2.10 这是这个区间。上一次的高点刚才也说了是位于2块，这就是后期从月线图来看到我们后期所要向上看到的目标压力区域。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形态，起手三波蓝色段，回撤三波黑色段。那么后期走势要么就是平台型，要么就是双重三浪。如果是平台型，那就是全三；如果是平台型，那就是335。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发展，我们肯定都是向着上方的刚才所说的3个目标价格区间去看。当前从月线图来看，最新一轮的反弹起始点是在 0.52， 那整体的幅度来说还远远没有达成预期距离上方的比如说 1.8 呀，或者是2块呀，还有较大的一个空间。所以这支票后期整体应该会逐步向上的去运行那当下我们就是要来重点的研判一下，目前我们处于这一次新一轮反弹的哪一个阶段。首先我们要对于前期的结构有一些定义，双重三浪就是 W， 如果是平台型它就是 A， 回撤此处是一个 X 或者是一个 B 浪。那目前我们就处于这个 Y 浪或者是 C 浪当中，两者后期的区别一个走3波，一个走5波，就看他们是按照哪一种预期去往上发展的。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当前所处的小级别，比如周线级别的它一个结构。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从目前的周线图来看，前期从这个截止到24年1月份，20年7月份到24年1月份，它是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回撤调整。那么这个回撤调整目前研判它的一个结构是一个三重三浪 WXYXZ 的一个结构，整体走势它是已经走完了。前期整体也是完成了第一波上涨，这一波上涨可以把它看作是 Y1 也可以看作是 C1 Y1 C1。那向下的这个三重三浪调整结束之后它就是完成了 Y2 或者是 C2。那目前来说应该就是处于这个 Y3 或 C3 当中。但是我们说到了，由于它整体的幅度远远没有达成预期所以当下这个 Y3 或者是 C3 来说的话，它并没有走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研究这一段的走势。从目前这一段的走势来看，可能仅仅是完成了2波上行，但是由于它上方的幅度或者是压力目标相距甚远，所以此处的上行极有可能会发展出一个5波的一个形态。等这个结构完成，
才可能会完成这个 Y3 或 C3 的一个整体上行。所以当前对于我们来说呀，目前这支票后期上方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就跟昨天我们更新的票一样。昨天虽然我们只是在 B 站上更新了这个美股的新豪博雅以及特斯拉，但是实际上呢，昨天社群和会员的约稿比较多，其他的品种还有港股的协鑫科技、港股的百威亚太、美股的诺和诺德和美股的阿斯利康，这些我们都剩下的这4支票，我们都放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去更新了，所以机会也是分享在我们会员群里面。因此大家如果想持续跟踪我们全部约稿的标的的话，那么建议来了解我们的会员权益和会员里面的福利，会员群里面的福利。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当前所处的就是这一次上涨周线级别可能会延展出一个5浪推动的一个形态。那当前从目前的周线级别结构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子浪3蓝色段的走势有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对于当下来说的话，我们就是等待它这个调整的出现。那当下我们通过黄金分割就能看到下方的支撑其实相距不远， 0.93 到 0.87， 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比较近的这个支撑区域。下方的防守位置呢，比如说你可以放到 0.81 下方让一下，就让开 0.80， 这就可以作为你的防守。所以最近我们就要等待短期的这个调整回落到位之后，并且出现对应周期的底分型十字星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参与这支票后期再次上行的第5个蓝色段子浪的一个波段行情。好，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找到的支撑和防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短期的它的一个压力目标。刚才我们只是说到了月线级别的后期的整体目标，但是行情上涨它不是一蹴而就，它有可能走一走歇一歇调一调再涨，就跟这里一样。如果这个第5子浪整体走势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按照我第2种预期，就是说 C1、C2、C3， 那后期可能这边还会出现一个 C5、C4， 再涨一个 C5， 才能达成整体的一个预期。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Y3 或 C3 当中的第5个子浪，它也会有一个短期目标。那这里我们就需要将整体前期下跌回落的黄金分割看一下。短期目标我们重点要关注2个位置，618和这个764，分别位于 1.40 和 1.60， 这就是目前 Y3 或 C3 整体上行的一个中短期的一个目标。那整体来看幅度还是比较大有接近 50% 以上的这样一个上涨空间。同时下方我们考虑到的防守位置也比较小，所以它的盈亏比应该是大于1:5了后期只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看能否按照我们当前预期的结构或形态去向上去发展。好，本期关于这个港股辽钢股份的整体走势结构分析那么到此结束。那么当中也是孕育了中短期的一个小波段的一个机会Y3 或 C3 的最后一个子浪5，那么后期我们就等待市场的验证。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